中国选手力量惊人，直接将对手举起，重摔在地，不摔死不罢休。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那现在出场的这个贼眉鼠眼的选手，就是来自韩国的金大根。那这个韩国棒子赛前是异常的嚣张啊，说我们中国人连西瓜都吃不起，更别提打拳了。只要是中国选手敢站在擂台上，就把我们打到跪地求饶，哈哈，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另一边帅气出场的就是咱们中国小将胡勇，之前的比赛也是打出了7连胜的战绩啊，最快的时候10秒就 KO 了印尼拳王。那咱们的胡勇从小就有一个拳击梦，而且为了这个梦想啊，去送过外卖，当过工人，终有一天站在了这个搏击的擂台上。今天就要给这个韩国棒子见识一下我们中国的拳法。好的，现在我们话不多说，比赛已经正式开始。这个穿着黑色短裤的蓝方选手就是咱们的胡勇，另一边红色短裤的蓝方选手就是金大根。那咱们的胡勇对于这个搏击的热爱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那从小这个胡勇家庭条件不好，19岁的时候去干过外卖啊，干过工地的苦工，那这些脏活累活他都干，那挣下的工资他也不吃也不玩，全都花在了这个搏击的训练上。那今天也是终于站在了这个世界顶尖的搏击擂台之上，怀揣着他的热情来暴打这个韩国棒子。那可以看到现在是把这个韩国棒子怼在墙角，又把它举起来了，扛到的另一边直接是抱摔在地。那咱们的这个胡勇是力量非常强啊，因为干过不少的这个脏活累活还有苦活。好的，又是一个抱摔。那现在把这个金大根压制的非常死，因为这个力量上金大根比不过胡勇，所以说只能被压制，想反抗都反抗不了。可以看到这个咱们胡勇这个大腿啊是非常的壮硕，是一点赘肉都没有，全部都是这个肌肉。好的，连续的几个重拳，把这个金大根打倒，连续的又补上了几拳。金大根想跑，被咱们的胡勇拽了回来。好的，又是连续的几拳，加上一个踢膝，把这个金大根再次怼在墙边。那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还剩下2分半的时间。那前2分半中一直是咱们胡勇在压制着金大根在打。我们看一下后半场，这个好的，还是继续的重拳。这个时候金大根想要开始进攻，这个时候金大根锁住了胡勇，那这个情况很危险啊，看一下胡勇能不能够挣脱出来。这个时候非常焦灼，咱们胡勇还是用腿部开始发力。好的，现在是挣脱掉这个金大根的锁。
但是还是被这个金大根压在下位啊。The referee called catch on that choke, which means that it will likely be scored as a near finish, near submission. And keep in mind, though, that Hu Yong had dropped Woo Sung Hoon with that punch before, so that's going to rack up in the damage category. That wasn't necessarily a near finish, but 好的，现在是站起来了。那咱们胡勇的这个核心力量非常的强。
好的，那现在比赛结束，那这一个回合没有产生 KO， 让我们看一下最终裁判对这个分数的判决。好的，那现在是最后，裁判已经牵起了2名选手的胳膊。好的，那现在让我们恭喜胡勇获得比赛的胜利。胡勇现在也是兴奋地披上了咱们的中国5星红旗。给我瞄准了打！注意看，擂台上穿着红色短裤的正是 WMC 泰拳世界冠军佩查差。此人打法极其毒辣，凭借断肠碎骨的重拳，经常把对手打到重度昏迷，甚至猝死擂台。迄今为止，已经拿下了183胜的豪华战绩。如今，他已经来到了国际擂台，点名要打中国选手。不料赛事方给他安排了一个20岁的年轻小伙魏子钦。不料佩查差完全没有把魏子钦放在眼里，更是当众狂言打魏子钦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都算输。结果惨被魏子钦狂砸上千拳，当场打到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本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泰大战。不过本场比赛我们中方的参赛选手呢，的确有点特别啊，哪里特别呢？他才20岁出头，而且他是位咏春拳的正派传承人。好，来看一下蓝方选手穿着橘色战袍，这位小将很高啊，很瘦哦，像一个竹竿一样啊，他就是中国小将咏春拳传人魏子钦。正是因为魏子钦呢长得像竹竿一样很瘦小啊，所以说被红方选手这个黑色裤衩的泰国拳王佩查差一顿羞辱。他说我们太瘦了，太年轻了啊，毛还没长齐。打我们完全不用啊，防守一下是孙子啊，就算输。哦，好，这个家伙的确很狂。就算是铁人罗唐，我感觉啊也不敢和我们中方选手这么嚣张。好，他敢。好，这里让我们不要少说，来看双方选手本场比赛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连续2个飞膝打得都很准啊，对方真的是不防守。哎呦，观众朋友们，对方的这个，佩查差真是不防守，真是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啊！吹牛啊！今天挨揍了吧？好漂亮！刚刚连续打了就9拳啊，命中主拳。魏子钦要动起来，还是要动起来，因为这个佩查差啊，这个家伙毕竟是练习泰拳的，和他拼拳，我们还是要吃亏的。我们看魏子钦啊，的确是非常灵活，我看起来很瘦啊，很高，但是打法很飘逸。来到连续的飞膝，想打退对手，但是我们看这个，佩查差，这个下像一头打不倒的牛一样啊，像一头牲口一样，很抗打，很抗揍。好，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这一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当然不得不说啊，这个佩查差他的抗击打能力啊，真的是很强啊。没有错，还是要动起来。小心！魏子钦要稳住啊，尽可能还是不要拼拳。这个家伙我们看上半身啊，他的肌肉维度很扎实啊，明显比我们的手臂要粗很多。
好，我们看这个角度，对方佩查柴肉眼啊已经开始打肿了啊，开始鲜血横流。但是我们看这个佩查柴啊，依旧是不做防守啊，仍然是把双手放得很低。我们看这个佩查柴啊，一直在挨揍，观众朋友们，主要还是没办法。他想打我们，想拼拳，但是我们的魏子琴很灵活，你看，不给他太多机会，打完就走。魏子琴要动起来，千万不能恋战啊！和地方拼拳肯定是吃亏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真要是拼拳，我们还真不一定吃亏啊，因为咏春拳啊，它的核心就在于招式小，速度快，啊，打法是比较凌厉的。魏子琴不仅是拳法很厉害，他的肘击啊，杀伤力也是十足。好漂亮，连续前手点刺，但是打不退，对方真的像一头发疯的野牛，而且我们看对方整张脸现在是极其肿胀。好像是刚被这个蜜蜂啊蛰了一顿。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今天的第3个回合了。那么在前2个回合，魏子金是打了对方啊，我感觉至少上千拳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数一数，看一下我们中国小将啊，蓝方选手橘色裤衩的魏子钦啊，这场比赛能打多少拳？我现在深度怀疑对方的泰国选手他没有痛觉，都被打成这副模样了。我感觉他的妈妈来了都认不出他来，但是他还在追啊，还在你看打不着也要打啊，非常的执着。好，我们看这个角度，对方佩查柴的整张脸，我的天哪！好的，又是连续的前手，整张脸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了啊，血肉模糊。还是不投降，现场裁判也没有终止比赛的意思，因为这个佩查柴啊，他还在打，而且追得很凶啊。好，我们看一下比赛最后的30秒钟。虽然说赛前对方的佩查柴很猖獗啊，说打我们很轻松啊，但是目前来看，他真的是很难啊，真的是太难了。
这场比赛实际上有点像当年张伟丽和这个乔安娜打的一番战啊，双方拼的都是血肉模糊。当时张伟丽还把这个乔安娜打成了外星人。但是本场比赛，魏子钦是丝毫没有受伤啊，反观是对手啊已经是不行了。好，各位观众朋友，比赛终于结束了。这场中泰对局，我们中国小将20岁出头的魏子钦啊，没有想到他的拳法会这么好，而且打得这么准，这么密集。好，这个佩沙柴的确是很抗揍啊，在泰国罗唐被称为铁人，而这个佩沙柴啊被称为钢人。但是今天被我们的中国小将魏子钦啊打成了一堆破铜烂铁。好，恭喜魏子钦啊！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中国2米巨人杀入美国拳坛，连续3次击倒老外，吓得裁判赶紧结束比赛。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局。那我们的2米巨人暴打美国佬。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中方选手有着泰山之称的董建军，身高达到了2米13啊，体重更是重达280斤。曾经在擂台上瞬间击倒过多名世界冠军，他的拳头就像一颗导弹一样，能够秒杀对手。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呲牙咧嘴的选手就是美国的艾利克斯，同样也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啊。那他赛前嚣张地表示，哪怕咱们中国选手有2米多的身高，在他看来也像蚂蚁一样弱小，还叫嚣着要把我们中国选手打到躺着回家。好的，现在话不多说，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那左边的这个穿着红色短裤的蓝方选手就是咱们的2米巨人董建军，另一边这个红方选手就是艾利克斯。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双方选手的身高差距非常大呀。那咱们的董建军也是有着这个泰山之称，那往这个赛场上一站啊，确实是稳如泰山。双方都是这个重量级的选手，这个每一拳打到身上都是非常的重，双方打起来就像一个2头凶猛的野兽在互撕一样。可以看到现在还是咱们的董建军稍占了一定的优势，毕竟有2米多的身高啊，压制这个美国佬难度不大。这个艾利克斯面对着咱们身高2米多的董建军，也是不敢贸然出手。可以看到咱们董建军的臂展非常长，这个艾利克斯没等碰到咱们董建军，直接就是一拳打出去。现在是艾利克斯抱住了咱们董建军。这个艾利克斯其实很聪明啊，他明知道自己打不过，上来就抱住对手，让这个减少对手的击打。哦，他又是冲过来，但是被咱们董建军躲开了。那现在时间还剩下1分钟。那这个艾利克斯抱董建军的这个次数是越来越频繁啊。可以看到这个2个重量级的选手站在这个擂台里，把这个擂台显得特别的小啊。2个人好像2步就能走到这个场地边。好的，又是一个重拳。那现在董建军疯狂输出，但是艾利克斯对董建军造不成任何的伤害啊。那这个董建军每出一拳都好像山崩地裂。好的，现在是把这个艾利克斯直接击倒。裁判这个时候开始读秒。
那现在是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这一回合是董建军完全压制着艾利克斯在打，这个身高优势展现的非常的明显。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回合。那上一个回合咱们董建军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被消耗体力啊，那这一场打的依旧很猛。哦，好的，现在又是把这个艾利克斯击倒。这个艾利克斯在这个董建军面前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啊。哦，好的，又是击倒。那这个艾利克斯完全是挡不住董建军的拳头啊！那董建军的拳头就像一颗核弹一样打在这个艾利克斯的身上。哦呦，又是击倒！这个刚回来能有2秒钟，再次被董建军击倒。那这个艾利克斯明显是扛不住了。现在艾利克斯是疯狂的摆拳，但是是再次被董建军击倒。现在时间还剩下1分06秒，这个艾利克斯再次的被击倒啊！这个时候裁判也是宣布了终止比赛啊。那这不到2个回合的时间，咱们的董建军是以压制性的优势击败了这个艾利克斯。好的，现在让我们恭喜董建军获得比赛的胜利。